俄罗斯耗时7年全新建造的 T-160M 出厂了。那么，这款不隐身的超音速轰炸机确实有它的厉害之处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俄罗斯空天军拥有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力量，但是面临着严重的机龄老化等一系列的难题。为此呢，俄罗斯航空工业部门耗时7年，最终开始复产图160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。据报道，首架全新制造的图160M 海盗旗战略轰炸机已经在2022年1月中旬完成了首飞。那么全新制造的图160M 在外形上看有什么改变吗？可以说你看不出太多的变化，它和过去的老机体基本上保持一致。图160M 升级的最主要的改进大概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。一个是动力系统，开始使用最新的库兹涅佐夫设计局研制的沃卡3202型涡扇发动机。这种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推力最大的军用发动机。有报道称，俄罗斯空天军于2018年就向有关部门签订了10架全新生产的图160M 型轰炸机，总耗资是多少呢？大概1600亿卢布，折合美元只有区22亿美元。平均算下来，一架图160M 它的单价只有2.2亿美元，可以说相当的物美价廉。2.2亿美元，这什么概念？它要比一架美国的 F-22隐身战斗机还要便宜。不要忘了，图160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作战飞机飞机越大，成本越高。但是俄罗斯的航空工业部门却能够把它的出厂成本压低到区2.2亿美元，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成就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图160到底是几十年前研制的一款变厚掠翼的超音速重型远程战略轰炸机。那么在现在的防御体系情况下，它的生存能力能够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吗？当初设计图160的时候俄罗斯军方就要求它能够在高空以超音速2倍以上的速度飞行，在低空也能够超音速突防，用这样的方式来躲避敌方防空武器系统的拦截。但是到了防空能力不断提升的今天，光靠飞得快很难保证不被对方拦截，因此它的生存能力是要打一个问号的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俄罗斯采取的办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为它配备远程的巡航导弹。图160完全可以利用它携带的远程巡航导弹在敌方防空区外发射，从而呢保证自身的安全。那么目前俄罗斯为图160配备的巡航导弹种类很多，既有远射程的哈555，也有具备一定隐身能力的，甚至是超音速能力的巡航导弹。有报道称，俄罗斯呢目前还在开发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。那么一旦这种导弹研发成功，配装在图160上，那恐怕将会成为美军防御系统的一个噩梦。那么未来的战略轰炸机是以超音速突防为好呢，还是以隐身突防为好呢？应该说各有优缺点，但是隐身的战略轰炸机应该说优势更大，因为它也能够携带远程甚至超远程的巡航导弹，而且还不容易被对手发现。因为大型的战略轰炸机是吧，你即使是能以超音速的速度巡航飞行，但是依然不能保证不被对手发现。那么如果你是
显身的飞行器，那么对方呢有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应对你。而如果是隐身的目标的话，被敌方发现的概率就会降低，因此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就大幅度缩短。何况战略轰炸机要想实现超音速巡航，必然会损失它的航程和作战半径，因为以超音速飞行必然会消耗更多的燃料，这对远程飞行是不利的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未来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发展方向应该以隐身为主，而不是以超音速为主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